他们没难为你吧？对于那些死去的车夫兄弟，我安排了大量的抚恤金给他们的家人，虽然于事无补，可也聊胜于无。还有那些记者，他们收了贿赂，没有人会为真相发声，血泪也不肯流。林姐，找个地儿喝两杯吧，我这憋得也难受。沈先生，沈先生，您今天真的让我太意外了。像我这种人干点脏活，他很正常，职责所在。您呢？每天衣冠楚楚，大义凛然，一到关键时刻也掉脸。我真以为您今天在发布会上会为国为民大声疾呼，给康爷擦屁股的感觉爽吗？还有你，我以前和你一样，有热情，还有正义感。但是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我就长大了。你别着急，以后你也会这样。保重。先生，我想不明白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好人没有好报？凭什么？老话说得好，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不如误时爱。历朝历代都是如此。可中山先生他的遗志，他们就忘了吗？还是说，誓言就是放屁？只是说说就罢了。有些人入党是为了改变中国，有些人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。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别人，只能恪守本心，做好我们自己。那您恪守本心了吗？这个结果您满意吗？我不满意。当然不满意。宋先生给我保证了，说这个案子呢一定会面呈蒋主席，蒋主席一定会敲打该敲打的人，这也包括他的家人。假币以后不会再在上海出现，烟土也会被秘密的销毁。我知道这一切远远不够，可是若来我们做的这一切，并不算是白白的全都浪费掉了吗？很多人都以为我身居高位，好像是无所不能的，可实际上呢，很多事儿我都无能为力。启超先生说过：“10年饮冰，难凉热血。”
来吧。哪怕是中山先生革命的初期，他也是做了大量的妥协，何况我们呢？我可以妥协，我也可以忍，就怕妥协成了一种习惯，我就变成了林乔索。不会，你跟他不是一路人。他也曾经热血过，也有抱负，也有。我说了不会。相信我，若兰，我们把这事翻篇，我们向前看，好吗？只要我们不放弃，我们一定可以改变这一切。我们去扛起这扇黑暗的门，我们爱的人，我们的下一代、下下一代，才能看见真正的光明。凯若，相信我。我希望你不要忘本。不会的，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。报效国家，再说一遍，报效国家，报效国家。把这4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，留在你的血液里。如果你让我失望，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。是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从今天起，魏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。我既是他的老师，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。若来记住了，日后定会努力，不负师恩。好。今宵。
没事，不用怕。要不要？开开。下去。进去吧，大哥在里头。走。条件有限，你别哭啊！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3、5年我就能出去。3、5年？你一辈子有几个3、5年啊？你为了他们卖命，他们可倒好，一出事就让你一个人扛，简直不是人！一群畜生！哎呀，你也别这样，你不懂，只有背了锅了，那才是自己人。出去之后才能得到重用啊！真的。你真当他们等你出去还会继续重用？可笑！这是给我带的，看看。你坐好。吃着，把汤先喝。快点，别抱着了，吃着喝。要不，你还是别当我了。找个老实点的人嫁了吧，别再找那种玩枪的、没劲的。你又想甩我，我今天就明着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你之前答应过我的，墓碑上都要写我的名字。我那是开玩笑的。那是林乔松之妻，你亲口答应的。我这辈子就2件事儿，第1件找找我哥，第2件就是跟你成家。不就是3、5年吗？
我等你出来，咱们还是一条好汉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我不知道。你好，先生。好，您稍等啊。你好，我要吃东西。好，稍等。请您在这儿和这儿签上您的名字。听说有人花重金保我们出来，是你啊？对不起，浩哥，兄弟们丢了性命，名分也都没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说我们几个人还能活着，就是万幸。这个怨不得你，要怨就怨这吃人的世道。我现在才真正想明白，你老家那些人为什么愿意舍生忘死的参加红军了。在此向大家保证，我们侦缉队干干净净，阿拉警察局兢兢业业，保护市民的安全。和领着的自干部员，其他都是假币的分子罪犯，各找不来。平时他们以黄毛车的身份，他们到处散假币呀。沈小姐，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。你也来一碗。老板，再来碗馄饨。怎么，心情依然欠佳？没关系，以后会更差，习惯就好。这是什么？医书。医书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很需要它。你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或沮丧，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病了。
这本书就是药方。每当我遇到困难，对现状有些失望的时候，都会打开看看它。你也可以试试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。千万别告诉我哥。你叠这个干什么？假币厂死了那么多人，咱总得意思意思吧。真钱咱给不了，这纸钱就当是个心意啊。你跟沈小姐感情怎么样了？我俩没什么感情，就是朋友。你不打算娶她了？不都说了就是朋友吗？娶什么娶？那既然这样，那你跟我回家吧。你要回家？是我们两个一起。你爹他特别的想你，平时就老念叨，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要回你回吧，我在上海还有事情要做。上海太危险了，我才来几天呢，汽车爆炸，工厂枪战，你不走，你命都要搭进去的。我愿意。姑姑仔，你心好，但你不适合在大城市打拼。你适合。我也不适合呀。我之前是觉得上海挺好的，钱多人少，可我现在越待我越觉得不对劲呢。怎么不对劲了？你想，那天那些车夫都是咋死的？他们为啥死？但报纸上说他们是罪犯。你那天你看到了呀？那么多大人物他都在场，但他们都绝口不提。狗姑仔，你说一个地方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在睁着眼睛说瞎话，真的很可怕。咱老家虽然穷，但人心好，住的也踏实。其实我都不是怕你死掉，是怕你在这上海待久，也变成像他们那种人。我不会的。你是舍不得工作还是啥呀？我好不容易才进了央行，刚把脚站稳。这回老家，我能做什么呀？兴国也有银行。那是共产党的。共产党怎么了？跟你有仇啊？是不是？他们是造假币了，贩大烟了，还是滥杀无辜了？你知道现在就光咱们村儿，就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吗？你别说了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所以还是舍不得沈小姐。你有完没完啊？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了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你哪天回去跟我说，我给你买车票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
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，就是增值自身，创造剩余价值，用自己不变的部分，即生产资料，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。资本是死劳动，它像吸血鬼一样，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。吮吸的活劳动越多，它的生命力越旺盛。注意站姿，双脚自然分开，与肩同宽。握枪时，虎口要正对，紧贴枪颈，食指第一节后柱扳机，3点成一线，瞄准，放。后坐力这么大，没关系，习惯就好。来，放轻松，像刚才那样。重心往下移，目视前方，呼吸要平稳。3点成一线，瞄准，对准你的目标。好，放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把它想象成你的敌人。准备，放。非常好。你给我的书我看过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是没有看懂，还是有什么问题？懂是懂的，就是可能还有一丝希望吧。希望。中山先生也一直都在忧国忧民，为了救国一直都在不懈奋斗，奋斗到了人生最后一刻。前几天你亲身经历的那个事件，是不是可以足以证明你跟我哥的坚持有些可笑？你们本以为可以改变些什么，可到头来被改变的只会是你们自己。国民党做不到的事情，你们就能做到吗？我相信一定可以，我愿意用我短暂的一生去印证，哪怕是生命。是的，就像你哥哥一样。我是在德国的时候加入的共产党，回到上海加入了组织。一开始我也不懂什么叫革命，只喜欢一个人行动。直到有一次，上级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，和往常一样，我一个人执行得很顺利。可是，在撤离的时候，敌人的后援突然出现，想要偷袭我。一位同志及时保护了我，自己却牺牲了。我们不认识彼此，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可是，在最危难的时刻，他却义无反顾地保护了我这个陌生人，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，自己牺牲了。我难过了很久，一直都无法面对。我觉得我亏欠他，亏欠他的家人。直到后来，我渐渐明白了，我们每个人
都有名字，叫同志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，叫组织。我们有共同的理想，为了实现理想，我们共同努力，所以团结一心，不分彼此。从那以后，我每次执行任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从来都没有害怕过，因为我知道我倒下了不重要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我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同志，他们会朝着我们共同的理想坚定地走下去。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、下下一代，他们会生活在幸福、富庶、繁荣的世界里。每个孩子都有学上，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累，人人平等，人人都有饭吃。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，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，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，而是欣赏与钦佩。这也是先生一直的理想。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，而不是只嘴上说说。孙主政，连夜从南京赶回来的。形势危急，耽误不得。针对日本的挑衅，中央什么态度？周方师傅，好。一帮官僚竟然笃定日本人不会在上海开战，全盘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条件，这不是丧权辱国吗？ 918在前，
国父这种反应毫不意外。日本这次在上海制造日僧事件搞摩擦，为的就是开战去提条件，这些都是做做样子罢了。你说南京啊，上上下下不把时间花在备战上，反而去争论怎么避开战争，这不可笑至极吗？先生在会上据理力争，可是国防部那帮官老爷们根本听不进去，说咱们央行是搞金融的，对战争是外行，让咱们别干扰决策。他们要是能听劝，那东北至于丢了？连南宋的文官都天天想着北伐，可他们倒好。董事长，那基于现在这种情况呢，我建议把咱们央行所有的档案啊、资料啊，赶快整理一下。战火真烧过来，咱们搬去租界的话，可以勉强的维持运转。行，你放心吧，我去协调。谢谢了啊。好。先生喝水。不然，你们家是在闸北，那是19路军的驻防，而且离日租界很近。真打起来的话，你们那儿最先遭殃。尽快在租界租一套房，安全些。好。车夫有水性。注意力，来动！哦，你慢点，上路。你注意，不能是胳膊，你这样不行。哎呦，这个药很贵的，很好用的，不硬就行。你慢点，轻轻点。周瑜，你这痔疮药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搞错了。来，掉一下，行了。手稳你身边走动的全是大人物，根本你消息很灵通啊！你同周一讲，短命的东洋人会打过来吗？一定会的。虽然国父已经全方面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，但我推断，日本人还是会打的。这怎么办？老师，东洋人挡过来，根本我的房子怎么办呢？是。大家最近就先躲一躲吧，能不出门就先别出门，有条件的话，最好去租界躲一躲。租界？那租界多贵啊！我们哪租得起啊？是不是？我这不开玩笑呢。跟老百姓有啥办法啦？南京搿帮官老爷平常只晓得骗老百姓钞票，吹牛逼，一到关键辰光一点乱往嘛。不打仗，那钞票回来，把钱都给我拿回来。又要打仗喽！不至于上那么里，又要死人了。人家还有什么？你们看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赶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再背一遍。可是我已经记住了。妈妈让你再背一遍。哦，好吧。国破山河在。再大点声。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赶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这一仗，看来是在所难免了。今天是日方威胁的最后答复日，市政府已经答应日方的所有要求，但是不知道日方会作何回应。市长真是从善如流啊！没想到亲自向日方道歉，停止一切救援活动，不得抵制日货。那接下来，是不是整个上海都得说日语啊？是闸北方向。